我是永恒宗的考核官岐山。今年的考核内容与往年相同，念出神力在长生钟上留下的神文，即可敲响长生钟。敲响长生钟的人，便可拜入永恒宗门下。一响，可拜入宗门为普通弟子；七响，属于长生之子，可直接成为永恒宗的长老。兄弟，这考核官为什么不说长生钟响10声会封什么弟子啊？你是不是白痴？能让长生钟响10声的，除了成神的修炼者之外，就只有现任永恒宗宗主了。你觉得会有这种参考者吗？下一个，已经有50年没有超过6响的弟子了。这10年来的2次考核，更是连5响的都没有了。岐山考官，我名千秋，前来参加入宗考核。开始吧。2年半。段长老，此子居然一口气读出了4句神文，可是今年的第1个4响弟子，此子不凡啊！是啊，就算是内阁弟子，读起这前4响的神文都要犹豫几秒，此子却是毫无停留。是何人惊扰老夫？菩提老儿、虚坤老儿，你俩也醒来了。长生钟9响，此子必须拜入我菩提麾下。你能看懂神文？你念出长生钟上面的神文不假思索，你怕不是早就认识他们了吧？神文？这不就是汉语吗？前2响是楷书，后面是繁体罢了。没有啊。那你怎会？罢了，天赋异禀之子。我说几个神文，你试着对我复述一下。您稍等下，我还没完成考核呢。什么？咕咕嘎嘎！大长老，是他，就是他！此子1分钟敲响了长生钟9次，恐怕宗门的老家伙都被惊动了吧？你叫什么名字？哪个贵族的少爷，或者是哪个帮派的弟子？弟子名千秋，并非贵族子弟，也不是某帮派之人，我只是一介平民罢了。这9响真要是你敲的，在我面前还真不能称弟子。既然你能让长生钟9响，想必对神文有所研究。要知道，在恒古大陆上，最强的仙术便是神文所发动。只要掌握的神文越多，实力就越强。接下来我说几句神文，你试着复述一遍。珠光莲花。果然，这个世界的神文就是汉语。小爷我到了这世界修仙，岂不是要无敌了？珠光莲花。这不可能！那可是大长老的绝活，那小子怎么可能也会？难道此子真是千年难遇的天才？飓风！超级飓风！错了错了，他跟大长老说出来的神文完全不一样。你做了什么？为何你使出的仙术与我相同，神文不同，威力却更强？我改良了一下，其实我还可以使出更强大的。什么？这绝不可能！林长老，你快退下吧，
莫要在此丢脸了。你名千秋是吗？你天赋异禀，令长生中久享。按永恒宗宗规，当由宗主亲自教导，立为宗内神子。然宗主未至，你需先经长老阁与至高尊者考验，方可坐实此身份。你现今修为至何境界了？境界？那是什么东西啊？他居然连修为境界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读出神文的？不懂境界却能读神文，难不成是邪魔殿的人？这需你懂一句神文，与你应无难度。语气。这就是轮回境的仙影，真帅啊！我何时能到那境界？聚气！什么啊？我还以为多厉害呢！会神文有什么用？修为不过止水境。天赋异禀，修为却如此低微，这便是天妒之才吗？我还以为自己要无敌了，没想到只会读汉语，没有修为。等等，既然汉语在此界可言出法随，难道说升级修为？升级修为！红色，这是虚空境的仙影颜色，这原地晋升境界，还是连破5境？快看天上，那位老祖一体现身了！年轻人，你令长生中久享，当立为永恒宗神子，可愿拜我无极剑圣为师？无极剑圣，这不是我原来世界某爆火游戏里的英雄吗？别听那无极老儿胡诌，他不过剑耍的厉害些。拜我菩提法圣为师，我可传你长生功，修炼大成，肉身朽而元神存，更有诸多失传秘术相授。菩提，你脸皮忒厚，长生功咱们3个谁不会，还需你教？年轻人，我乃虚坤龙圣，你若拜我为师，只需练习2年半，可以习得御龙之术，收服虚空星界的星界龙为坐骑，不在话下。3大老祖竟争先恐后要收他为徒。这就是神子的待遇。好了，我等3人不必再争。神子可愿拜我等为师？啊，3位都是宗门天花板，拜谁都不亏，但拜一人，必令3位失望。弟子千秋，不知如何抉择。不若，请3位老祖同时收弟子入门下。给他点颜色就开染房，竟妄想齐拜3位老祖为师，狂妄！太狂妄了！自建宗以来，从无弟子拜多位师傅的先例。就按你说的来。什么？弟子千秋拜见3位师尊。你刚入宗门，且先与长老阁交接必要流程。明日一早来后山圣地寻我们3个老家伙。浑身充满力量，这就是修为。看他们的反应，我现在的境界肯定不低，我真无敌了。升级不过一句话的事儿，以我阅尽网文的经验，定能在这修仙界混得风生水起。白尊者，请问我现在需要进行什么流程才算正式入宗？神子，您的入宗流程已非我能决定，需请示宗主。宗主？正是。您现为永恒宗神子，除3位老祖与宗主外，这入宗流程与我等至高尊者皆需向您亲近尊礼。那宗主现在何处？宗主他……本宗在此。
弟子千秋，拜见宗主。入宗流程很简单，将你方才令自身瞬间晋升境界的神文告知于我。这是入宗流程，这是明抢啊！宗主，这神文难道宗门不会？实言相告，宗内确有可提升修为境界的神文，但无一能如你方才那般令境界连续晋升5次。此神文于宗门至关重要。好吧，我刚才说的神文是升级修为，您能复述出来吗？升级修为罢了。此句神文，你稍后随我入宗，需将其写下。现你已是我永恒宗弟子，并受封永恒神子之位。谨遵宗主之命，弟子遵命。宗主，3位老祖，我的3位师傅居于何处？不急，身为神子，你需先明了永恒宗的诸多规矩与责任。3位老祖为你师，只传授修炼之道与仙术。至于宗门历史以及与宗外势力的往来交际，则由我来教你。敢问宗主是何修为境界？圣境。圣境？宗主您也是圣境，可我师傅他们才圣境而已。您若也是圣境，岂非与3位老祖平平无奇，平起平坐？看来你对修炼之事所知甚少。3位老祖虽同为圣境，但踏入此境已数10年，早已臻至准帝王境。魂力修炼远比修为境界艰难，寻常修炼者魂力达月魂层次便难有寸进，许多圣境强者魂力或许也只是寻常月魂。你最好莫要像提升修为那般，试图以高阶神文直接提升魂力。魂力提升需有强横体谱为基，你未经炼体，根本承受不住强大魂力，极易爆体而亡。炼体？这些3位老祖自会传授于你，无需我多言。罢了，你且退下吧。今日好生休息，明日便随3位老祖休息。不知此子能否助我宗度过这千年一遇的天灾？其他大宗早在数十年前便开始准备，可我永恒宗这些年已难觅天赋弟子，但愿这位神子能代表我宗参战吧。此乃历代神子居所，这些典籍皆与修炼相关，神子可随意翻阅。若无他事，属下告退。得快点了解这个世界才行。10倍阅读。原来如此。打开虚空星界！是谁？竟在宗内打开了通往虚空星界的虚空门？不可能！宗内除我3人，即便池丫头也无力打开虚空星界。莫非是有外宗圣境强者入侵？找到了，那虚空门竟开在神子居所上空。不是外敌入侵，是那小子自己打开的。什么？是谁打开了虚空门？神子，他到底在做什么？这里就是虚空星界。定然是神子先前敲响长生钟9次，让虚空星界里的那些虚空圣们注意到了他。
定是他们在这里打开了虚空门，把神子掳走了。怪咱们三个大意了，明知道长生钟是上古神兽们遗留下的神器，长生钟、九响等等于触发了神器，所以定然会被那些虚空圣者察觉。没及时为这里设下结界，让神子被抓走了。好不容易天降神子，还没住下一晚就丢了。不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池丫头，你现在去找至高尊者们，和他们一起打开护宗大阵。我们三个要进一趟虚空星域，神子绝不能就此陨落。老祖，永恒宗深陷宗门斗争，全靠3位老祖坐镇，才免遭吞并。池丫头不必担心，外宗的那些人不会知道我们进了虚空星界的。我们必须得找到神子，这是天灾之前唯一能拯救永恒宗的希望。这是何人惊扰本地休息？自称为帝，难道是帝王境强者？那岂不是比我3位师父还要高出一级？怪了，你的修为境界只有虚空境，你是如何进入到这虚空星界内的？读了进入虚空星界的神文啊，不然还能怎么进来？这地方你不该进来的，你要寻找星界龙作甚？当我的坐骑！凡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吗？星界龙岂是你这等境界的修炼者可以驾驭的？无知，真是无知！趁本帝今天心情好，快点滚出这里！徒儿，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徒儿刚打开了虚空星界的门，进去之后没多久，便被一位类似帝王境的强者赶了出来。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虚空门是你打开的？是啊，在房间里的书籍上有记载打开虚空星界的神文。这……徒儿，你能读懂那神文？能。虚坤老儿，菩提老儿，我们永恒宗出了一位千年难遇的天才呀！永恒宗有救了！徒儿，为师与你另外2个师傅商议，一人教导你3天。弟子遵循菩提师傅安排。你对神文认知的天赋，已经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想象。不过，在修炼者之中，熟识神文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神文只是发动仙术罢了，硬实力还是在于你的修为境界、魂力和体质。这3项综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尽管你精通神文，但体质太过于普通。作为永恒宗的神子，至少需要一具仙体，这样才配得上你的身份，也方便你以后的修炼。师父，那这仙体该如何修炼？这仙体不光是需要修炼，更是需要一具达到苍穹境的修炼者躯体，吸收他的修为，方可成为仙体。苍穹境，我现在不过虚空境，宗内除了宗主和3位老祖，哪还有虚空境以上的修炼者？不必担心，你作为神子，这苍穹境的修炼者躯体自然会有宗内的人去狩猎，你只管修炼就好。好了，这3天你先修炼，等3日之后，我再来看你的体质。正常的修炼者要花5、6年的时间才能悟透，但以你的悟性，3日必须修炼到3成以上，半年必须悟透这本书，这才不枉神子的身份。这也不难啊，为何师父觉得我3天才能练到3成？啊，不如弄点饮料放松下。可乐！可乐！雪碧、冰红茶、泡面、巧克力、冰淇薯片、辣条。难道言出法罪失灵了？御剑！不对啊，这也没失灵啊！我明白了，并非神文失灵，
而是我点名要的那些东西。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只有此界存在之物，用神文说出来才会迹象化。本以为能无限呼风唤雨，看来还是有限制。不过比起对神文一窍不通的本土修炼者，我已近乎无敌。但是，要怎么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这功法一半是本土语言，一半是汉语，我仅用10分钟便领悟了1成。理解、渗透、顿悟。若是让菩提老祖看到我这般作弊，非得气吐血不可。成了，我已悟透9成，彻底进入顿悟之境。什么？他已经悟透了？妖孽，真是妖孽啊！我当年花了1年才悟通的功法，他竟只用了1个时辰。他不仅神文造诣逆天，连修炼天赋都如此恐怖。假以时日，极有可能成为永恒宗除了他之外的第2位帝王境强者。这飞升御雷诀，圣境以下的修炼者几乎无法修炼。不过徒儿你的话，天赋异禀，定然能在轮回境悟出其中一些奥秘。等你修炼到苍穹境，这御雷诀也至少能修炼到5成。弟子明白。加倍修炼。我深知自己资质平庸，但精通神文的外挂弥补了短板。若能借此修炼到帝王境，或许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修炼剑法需要强大的魂力支撑，你的魂力是你的短板，没有强大的魂力，这御雷诀发挥不出它的全部力量。无极师傅，魂力该如何修炼？白魂、月魂、烈魂、魁魂、煞魂、仙魂6个等级，你的魂力处于最低级的白魂，修炼这高级的剑法自然是不可取的。想要修炼魂力，有2个途径。一是靠大量的战斗，在战斗中魂力会飞快的提升；二是每个宗门都有修炼魂力的魂塔，进入魂塔修炼魂力，只不过速度要比实战慢上许多。原来如此。二是每个宗门都有修炼魂力的魂塔，进入魂塔修炼魂力，只不过速度要比实战慢上许多。罢了，这飞升御雷诀暂时放一放，你先去提升你的魂力。是，师傅。敢问师傅，您的魂力现在是何等级？哈哈哈哈哈哈！魁魂，连他这等强者竟也只是魁魂，看来这世界的修炼体系远比小说复杂。修为、体质、魂力，3者缺一不可。先去问问宗主魂塔的位置。师兄，听说菩提老祖他们从休眠中苏醒，3个老祖共同收了一个徒弟。这怎么可能？3位老祖同时收1人为徒，这人是什么身份？听内阁的弟子说，前2天开宗收徒的时候，此人敲响了长生钟9次，被师父和老祖们立为了神子。我天生烈魂，15岁被宗主收为徒弟，苦修3年，眼看就要初选神子，却被一个新人捷足先登，是吗？他现在在哪儿？你是谁的弟子，居然敢擅闯正殿？宗主不是说正殿只有至高尊者能进吗？哼，我是菩提老祖、无极老祖、虚坤老祖的徒弟。正殿除了至高尊者和宗主之外，我也被赋予了进入正殿的特权。天哪，你就是神子！是我叫千秋。我叫沐雨，是宗主的徒弟。我旁边这位是我师兄。师兄，你这是干什么？我刚才已经用意念扫视过他了。他只不过是个凡体和白魂的修炼者罢了，无非是修为境界高了点，是虚空境。他这样的资质，绝不可能是神子。到底是何人擅闯正殿，冒充神子？这是死罪！珠光莲花，雕虫小技，
自以为会几句神文就狂妄至极。啊！不好！他的仙术运用和魂力远超于我，硬拼绝非对手。大不了挨顿骂，总不能站着挨打。想跑？这正殿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万象天引！什么？这是开启了异界的仙术？以他的修为境界和魂力，这怎么可能？神子，快收起仙术！神子千秋，参见宗主。他真的是神子？神子，你为何要动用3位老祖都禁止你使用的仙术来伤害我的徒弟？你的徒弟？报告宗主，是他说我冒充神子擅闯神殿，一言不合就直接向我发动仙术了。左南，神子说的都是真的吗？雨儿，左南，你拜入我麾下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莫要心高气傲。你不是看出来神子他修为境界和魂力低下，所以故意与之动手的吧？徒儿是觉得这样的资质不可能被立为神子，所以徒儿觉得他是冒充神子，我才在正殿直接对他发动仙术了是吗？胡闹，简直是胡闹！3位老祖立下的神子，岂是你能质疑的？神子，如何处置左南由你决定。在宗内除了3位老祖，任何弟子都不能对你发动仙术。他已经犯了宗规。算了算了，他不知道我是神子，也怪不得他。还好宗主您及时出手，不然我那仙术恐怕已经重伤于他了。气不盛，心不满，才不露。很好很好，不愧是神子。闹剧收场。神子，你来正殿所为何事？无极师傅说我魂力太弱了，暂时不适合进行功法修炼，他让我先去魂塔提升魂力。我原本打算来正殿寻找宗主你的，但是就梦到……原来如此。左南、雨儿，你们历练归来，正好需要测试一下魂力，你们俩带着神子去魂塔吧。神子，你真的只是轮回镜和白魂吗？你到底是怎么读懂长生钟上的神文，让长生钟响了9声的？也许是天赋吧。天赋？你和小雨说天赋？他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步入了不破境，后又花了5年的时间修炼到了现在的苍穹境。18岁的苍穹境，要知道5位至高尊者30出头也不过轮回境。放眼整个横古大陆，18岁的苍穹境修炼者都寥寥无几，你居然敢在小雨面前说天赋？是，他的天赋的确恐怖，可这是他的天赋，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好像这18岁苍穹境修炼者是你一样？虽然你也是苍穹境的修炼者，但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已经25岁了吧？25岁又怎样？你呢？区区虚空境在叫嚣什么？哼！尽管也算是中高阶的境界，但你的魂力只有白魂，还不如大部分不破境的修炼成者。师兄，你别这样，师父知道你对神子言语境是要惩罚于你的。我1分钟从止水境升到苍穹境，你25年才苍穹境，跳梁小丑罢了。神子啊，你别生我师兄的气，他就是这样的人，嘴上总是不饶人，但其实心还是很善良的。没事，我没生他气。你不用一口一个神子的叫我，怪别扭的。咱俩一样的年纪，你叫我名字就行了。那你就叫我小雨吧，千秋。千秋，师兄向来不问宗内的事情，但是我不一样，我可是听说你在考核的时候还是止水境，仅仅用了1道神文，立刻晋升到了虚空境。所以说我的天赋在你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这就是魂塔。
魂塔都没见过。魂塔也分3个等级呢，分别是10米塔、100米塔、1000米塔。而恒古大陆上唯一一座1000米塔，处于天神殿里。天神殿，快看，那不是沐雨师姐和左南师兄吗？他们2个人历练回来了。听说沐雨师姐和左南师公的修为境界暂时不打算晋升了，他们现在正在从月魂末期冲击烈魂了。千秋，因为你之前没进入过魂塔，所以你得先去魂塔门前测试魂力。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穿宗服？在永恒宗，除了宗主和老祖的弟子，其余人修炼不穿宗服是大忌。宗服？我没有宗服。一派胡言！所有永恒宗弟子都有宗服，要进入魂塔必须穿宗服。你说你没有宗服，难不成你不是永恒宗的弟子？永恒宗弟子只有宗主和3大老祖的弟子不需要穿宗服，其他弟子一律得穿。那你快给我测试魂力吧。你小子油盐不进是吧？听不懂司徒长老的话吗？没有宗符不得踏入魂塔，更不能测试魂力。你又是谁？我是谁？你管不着。既然你没有宗符，那就赶紧离开这儿，别在这里挡道。我今天要是一定要测试魂力，而且还要进这魂塔呢，那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家有家法，宗有宗规。他是神子，如果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他也不配坐这位置。小雨听话，你也不想宗门立了一个废物当神子吧？司徒长老是吗？我的确没有什么宗符，我的师父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东西。你的师父是无极老祖、菩提老祖、虚坤老祖。照你的话说，你是神子的意思喽？大胆！不穿宗符，口出狂言，冒充神子，你已经连续触犯了3条宗规。根据宗门规定，我可原地对你进行惩处。不过轮回镜罢了。哼，我倒是要看看你瞧不起的轮回镜能不能让你今天跪在这魂塔之下。聚气，旋风。这怎么可能？他身上的颜色是虚空镜，还有那神纹仙术，居然是凌风大长老的管用仙术——小玉雷诀。正好拿你试试新学的剑术。飞升玉雷诀。飞升玉雷诀，无极老祖的圣境仙术。这是飞升玉雷诀，是货真价实的飞升玉雷诀。任师兄连一招都没扛下来，我的天，他难道真的是神子啊？他一定是新立的那位神子，他手上那把剑可是无极老祖的黑象。我收了力，否则他必死无疑。司徒长老，现在您可以给我测试魂力了吗？我的3位师傅真的没有给我什么宗符。神子当然没有宗符，测这就测。神子一日5境，壮举啊！神子魂力至少是月魂末期，甚至炼魂吧？能轻易施展凌风大教师的仙术，神子的魂力定然深不可测。神子，请将你的手放在这魂石上，随后聚气即可。神子千秋魂力测试结果为白魂前期。白魂前期，这怎么可能？能让长生中久享1日5境的神子，魂力竟只是最低级的白魂前期？但凡有点资质的修炼者，至少也是白魂中期呀。师兄怎么变得没有一点风度？不过千秋魂力怎么会只是白魂前期？我魂力天赋这么差吗？关键是沐雨还在旁边看着。
神子，快进去吧。对了，我得跟你讲述一下魂塔的规则。魂塔共有100层，魂力等级越高，便能往更高层去。硬要上去，相反，如果魂力等级太低，就算你硬要上去，也会被魂塔自身所限制，无法上到高层去。所以一旦能前往更高层了，说明魂力等级有所提升。当然，这魂塔不能每日都来修炼，这会让修炼者的魂魄遭受创伤，届时再想要提升魂力就难了。小雨，宗主不是让你测试魂力吗？快来测试吧！第一次来魂塔，我还等进去教我该如何修炼呢。司徒长老，麻烦你了。好，烈魂前期，短短1月历练，沐雨师姐竟从月魂后期突破至烈魂前期，这已经是宗内除魂子外魂力最强之人了吧？不错不错，小雨你现在已经烈魂前期了，以你的天赋和修炼速度，在1年之内冲击烈魂中期不在话下。司徒长老过奖了，左南师兄这次和我一起历练，他的魂力提升可不比我差呢。宗主弟子左南魂力测试结果，烈魂中期。白魂也配当神子？走吧，小雨，快教我在魂塔内如何修炼魂力。你可是烈魂前期，要好好传授我一些经验。我才不过是白魂前期。这小子真没羞耻心吗？千秋，我得上60层去修炼，不能在这里陪你了。对了，3位老祖们应该教过你如何在魂塔修炼魂力吧？我那3个师傅还真没教过我该在魂塔怎么修炼，他们每次教完我功法之后就回去睡觉了。3位老祖那不是在睡觉，是在休眠。休眠？据我所知，我的3个师傅可是永恒宗战力天花板，都是圣境强者，为什么还要休眠？修为境界达到圣境之后，便可以元神脱离肉体，依靠自身的魂力出现在现实中，也就是所谓的魂体化。普通修炼者如果肉体受到重创，极有可能直接死去，而达到圣境的修炼者会借助魂体化，以魂体的状态存活，让肉体休眠。修炼者们把圣境的修炼者分为2种，一种叫做休眠圣境强者，一种叫做陆上圣境强者。你快教我如何在魂塔修炼魂力吧，我争取明天能去60层找你一起修炼。明天？可你现在才是白魂前期呢。3位老祖在200年前的百宗混战上肉体受了重伤，所以他们只能化，成为了休眠圣境强者。原来如此，难怪他们每次只能出现一小会儿。你在说笑话吗？你是想一天从白魂前期突破到烈魂？在这修仙世界还从未有人做到。你别以为你是神子就可以口出狂言。将魂力注入其中，用意念操控其与业火，开始与业火交融磨练。挺简单嘛，明天我肯定能去60层找你。我相信你可以，你可是神子哟。这速度太慢了，修炼加倍，超级级加倍！照这速度，明天最多白魂末期，怎么去60层找沐雨？影分身术，影分身术，还真行。虽无自我意识，却能受我操纵释放仙术，只是威力只有本体的1半。若能多弄几个分身同时修炼魂力，再算上修炼加倍，速度岂不是能翻10几倍？看来这一分身术的原理是魂力越强，分身越多。或许等魂力提升后，分身还能开口说话，甚至代替本体去危险之地。算了，既然你们俩不会说话，就按照我的吩咐来吧。你们俩1人1间修炼房，开始修炼魂力。修炼加倍。仅用2个时辰便突破白魂末期，影分身术。果然，魂力提升后，我已经能分出4个分身了。
如果能提升到烈魂，恐怕就能分出10几个分身了。有了这个仙术，修炼其他的功法，岂不是也可以几10倍的速度进行？司徒长老，神子昨天在我们走后何时才出来的？神子压根儿就没出来，一整夜都在魂塔里那儿。一整夜？哼，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魂力等级不如人，连觉都不睡了。可是这又如何？他该不会以为自己用1夜的时间就能冲击到烈魂的等级吧？师兄，千秋怎么说也是神子，你这么说多少有点不尊敬神子。事实摆在这里，我从月魂冲击烈魂的时候都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而你这样恐怖的天赋，从月魂提升至烈魂，也花了整整3月。他才不过一个白魂前期，任他再用力，现在顶多白魂中期罢了。小雨，左南说的也没错，就算是魂子这样天生的魂力修炼者，他也做不到1夜的时间从白魂提升至烈魂。司徒长老早上好，小雨早上好。千青，你现在魂力达到什么等级了？魂力？我也不知道，修炼了一晚上，太困了，我得先回去睡一觉了，下午我再来魂塔找你。这是用一晚上没睡觉当借口吗？昨天不是夸下海口要上60层来找我们修炼吗？不好意思，我只是说要找小雨，什么时候说过要去找你？全身上下就嘴是硬的，你敢不敢再测试一下魂力，让小雨看清楚你到底是神子还是个嘴子？行吧，原本我是不想测试的，怕某些人接受不了。既然你非要看，那我测给你看好了。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烈魂前期，1夜之间，从白魂前期到烈魂前期，神子，这就是神子啊！我终于明白，自己这个老顽固刚才竟在质疑一位屡创奇迹的绝世天才。小雨，我说到做到，今天会去魂塔60层找你一起修炼。这不可能！你定是修炼了什么邪法和魂丸，才会让你的魂力1夜提升了这么多。师兄，你够了！千秋是3位老祖所立下的神子，也是被长生宗所认可的人，你竟然诋毁他修炼了邪法和魂丸！如若师父和3位老祖知道了你这样污蔑神子，定然要罚你禁地1月。没想到一向听话的小师妹，竟为了千秋公然训斥我。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菜就多练。哼。其实我也没想到能1夜突破烈魂，这全靠引分身术。突破月魂后，我能分出8个分身，达到月魂中期，更是能分出16个。16个分身加上修炼加倍，速度相当于几十人同时修炼，这才造就了这1夜的奇迹。无极师傅，徒儿已经遵循你话，将魂力等级提升了。徒儿，这才1日的时间，你魂力能提升到怎样的程度，我这个师傅还不知道吗？你要潜心修炼魂力，等1月后再来习得功法。师傅，徒儿知道了，这就去魂塔闭关修炼。5日之后便是百宗大会，我让池丫头带上你一起去。百宗大会？百宗大会是修仙界各大宗门交流仙术、展示实力的舞台，唯有拥有圣境强者的宗门方可参加。大会将奖励排名前10的修炼者。是怎样的奖励？或许是一本很厉害的功法，
也或许是一柄你心意的武器，也可能奖励你一具极品仙体。师傅，您是希望徒儿在百宗大会上拿到这奖励？好徒儿，虽然你天赋异禀，被立为神子，但百宗大会上的修炼者来自各个地方的各大宗门，这修仙世界永远不缺乏天才。你的资质在永恒宗名列第一，但在百宗大会上还是有些黯淡了。但师傅们不是对你没有信心，只是你才修炼没多久，想要比过那修炼了数年的老油条们，还是有些早了。这次只是让你出去见见世面，好让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潜心在宗内修炼几年，等几年后的百宗大会，为师相信你一定能排进前10名。好了，为师要回去休眠了。你这几日也不能单单执着于魂力的提升，要多复习飞升御龙诀。为师几日后会来考察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师父，徒儿要做这个人外人，天外天。试试突破猎魂前期后仙术的威力。飞升御龙诀。啊！真的假的？这萧山断流的威力真是我造成的，难怪无极师傅让我专心修炼魂力。奇怪，刚才还是晴天，居然下起了雨。下雨了，去魂塔吧。魂力更为浓郁了。小雨在修炼，不打扰他了。咦，这么小就达到了猎魂级别？你就是司徒爷爷说的神子。我是神子，你是？我叫冯运，其他师兄和师姐们都叫我魂子。听说你只用了1夜的时间，就从白魂前期提升至了猎魂前期。这可是魂塔63层，你才几岁就达到了猎魂？我今年13岁，我已经是猎魂末期了，正在处理魁魂。魁魂？你是我见过修炼速度最快的人，但猎魂之前魂力等级提升都很容易，在魂塔之内完全可以做到。可是从猎魂前期开始，在魂塔内修炼作用已经不大了，所以你绝无可能超越我。那你为什么又在魂塔内继续修炼？照你的话说，你已经猎魂末期了，几乎没有用了吧？这点你都不清楚，看来你必然无法超过我了。哼，或许只是少年的好胜心吧。影分身术，修炼加倍。魂力几乎毫无提升，只是变得更加充实了。看来那个魂子说的没错，达到猎魂之后，在魂塔里修炼魂力确实提升不大了。何况我还是在100倍的增幅之下修炼。小魂子，哥有事问你。叫谁小魂子呢？可不就是你吗？有事快说，我很忙。小年纪脾气倒是不小，罢了。哥问你，为什么我达到猎魂之后，再在魂塔修炼就没有作用了？我凭什么告诉你？你不告诉我，就是怕我知道后超过你呗。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魂子，倒也没多厉害嘛。胡说！我堂堂魂子，会怕你超越我的魂力等级？一旦达到了猎魂，魂塔对魂力修炼就只有巩固作用了。想要在魂力上有更大的提升，只能通过实战，或者去千层塔。要怎么才能去千层塔修炼？
你为什么笑？你想去千层塔修炼，这还不好笑吗？恒古大陆唯一一座千层魂塔在天神殿里，而这天神殿岂是你想去就能去的？要怎么才能去天神殿？你真的是神子吗？我看你是傻子吧。宗主，我想要离开永恒宗几天。这是为何？我的魂力等级已经达到了烈魂前期，在魂塔已经不能有所大的突破了。我想要去外面找找机会。什么？神子，据我所知，你在几日前还只是白魂前期而已，今日你说已经达到了烈魂前期，这怕不是在哄骗宗主？我没有哄骗宗主。哼。真的是虚空境，而且气息如此稳固。我等修炼多年才至轮回境，他竟……看清楚了，深邃凝重。这威压真的是烈魂前期！该死，那群废物怎么查他的信息？不是说他在司徒明那儿测试魂力时候才白魂前期吗？没想到神子如此厉害，几日的时间突破烈魂前期，可谓是英雄出少年呐。但神子，你为何前几日要打伤我的徒儿？若不是我用了各种极品的药材，我的徒儿恐怕已经……宗主，这你可得为我童儿路人做主啊！就算是神子，也不能在宗内横行霸道啊！况且路人与神子同门，这到底是立了一个神子，还是立了一个疯子啊？宗主，我建议收回千秋神子一职。若是神子都在宗内张扬跋扈，欺负同门师兄弟，让外宗的人如何看待我们永恒宗？万尊者，慎言。神子毕竟是3位老祖立下的，要废神子就是与3位老祖作对。不过神子确实有错，不该对同门师兄弟下此如此之重。收回神子在正殿的居所，与内阁弟子们同住于内阁之中。这算哪门子处罚？正殿里除了池小雅就是5个老头，我早先误去了。宗主英明，哼，池小月你一介女流，终究是配坐着永恒宗宗主之位。神子，你申请离宗外出的申请本宗批了，但作为神子，你的安全也要受到保障。让左南和沐雨同你一起去吧。谢宗主。还是城里热闹。师兄，我们今晚住哪里呀？小雨，你们出宗历练是如何提升自己魂力的？要么去一些斗兽场，里面有不少各种级别的魂灵兽，击败他们后可以吸收他的魂力来提升修炼者的魂力等级；要么去竞技场和其他修炼者进行战斗，以此在实战中提升魂力。你平常喜欢选择哪种方式提升自己的魂力？这2种我都不喜欢。去斗兽场要猎杀那些无辜的魂灵兽，去竞技场要签生死合约，被失手打伤的修炼者有不少，还是在魂塔里修炼最好。就他这样的，顶多去斗兽场猎杀一些低级的魂灵兽罢了。要他去竞技场，还不得被吓尿裤子吗？没毛病，我确实只敢去斗兽场，去竞技场我怕被打死。好歹我是永恒宗的神子，还是得珍惜一下自己的生命。这里规模真大。进入斗兽场需要缴费，或者用等量的魂灵兽交换。要是我自己有魂灵兽的话，我干嘛还要进斗兽场猎杀呢？魂灵兽也是分境界的，每个不同魂力级别的修炼者需要的魂力也不同。过于低级的魂灵兽，就算被猎杀了也没什么用处，只有猎杀比自身低3级以内，或是高出自身级别的魂灵兽，魂力才会提升。所以来斗兽场的修炼者可以通过捕捉大量低级的魂灵兽与斗兽场交换，达到固定的数量，就可以进入斗兽场猎杀更高级的魂灵兽。那我没钱，该去哪儿捕捉低级的魂灵兽？魂灵兽生活的地方都在异界，没有高境界的修炼者带领去异界捕捉魂灵兽，只会白白送死。
哦，那要不我去虚空星界转一圈，捕捉一些低级的魂灵兽，用来当做进入斗兽场的门票。我和师兄进去都是缴纳费用的。千秋，你要是没钱的话，我可以帮你出吗？也好，那你先借给我些钱，我以后有钱了还给你。装货。千秋，你要猎杀哪个级别的魂灵兽？轮回境。千秋，你确定要选择轮回境吗？魂灵兽通常要比修炼者厉害些。我和师兄一般选择比自己低正好3级的魂灵兽来对战，状态好些的时候才会选择比自身低2级的，比自己低1级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没事，区区轮回境而已，还奈何不了我。千青，你执意要选择轮回境魂灵兽的话，可以申请多人组团对战，虽然最后获得的魂力要咱们3人平分，但绝不会有危险。不用。好吧。观众席上坐了不少名门家族和外宗的人。千秋，你作为神子，最好不要在外暴露身份。你把这张面具戴上。好。那人也是轮回境，他为何敢挑战与自己同境界的魂灵兽？这种挑战与自己同境界魂灵兽的人很少，但是斗兽场有公告，只要能成功猎杀与自己同境界的魂灵兽，免除费用，并且奖励数额极高的奖金。通常这种修炼者都很缺钱，所以为了高额的奖金铤而走险。但能对抗与自己同境界魂灵兽的修炼者少之又少。小雨，你要相信神子的实力，他既然说一个人可以，那他便是可以，你就不要捣乱了。是啊，小雨，左南说的没错。犀角兽的防御力才强，如果不用爆发性极强的仙术攻击它，其他的攻击对它几乎没有作用。千秋太莽撞了，师兄，咱们要不去申请停止挑战吧？小雨，你别这么着急，好歹他也是神子。看到没？这是犀角兽的高温角怒，它头上角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上千度，就算是圣境的修炼者被撞一下，都得丢半条命。飞升御雷诀。这位虚空境的挑战者这是在干什么？他居然放下了手上的武器，难道这是放弃抵抗了？吓傻了吧？又要死一个！就是现在！飞升御雷诀。什么一击就给轮回境的犀角兽秒杀了？太好了！本场挑战成功，轮回境犀角兽被击杀，越级秒杀，还这么干净利落，这是什么来头？戴着面具，难道是哪个大宗门的天才？再放2头轮回境的魂灵兽上来，一个不够打。傻子，苍穹这都不敢轻易打2只，等着被撕碎！你确定要同时挑战2只？不用休息？不用。千秋到底在想什么？这不是找死吗？小雨别上去，太危险了！魂灵兽已经放出来了。刚才一击耗了1半魂力，但吸收犀角兽后，魂力确实大涨。再杀10头，就能突破烈魂中期。拼了！飞升御雷诀威力大，但太耗魂力了，得用影分身术，以数量取胜。不要释放这个仙术，会引来杀身之祸。幻听。不用找了，我距你1000万里之外，
在你达到圣境之前，莫要再使用分身术，否则不但是你，就连整个永恒宗都会被覆灭。千里传言，此人实力深不可测。三头狼用第一技能了，这小子死定了！真想看他被撕碎！千秋，自负的代价。拼了！去！闪！御剑，利用地形。这边。腹背受敌，他完蛋了！飞升御雷诀，响！1秒3件神纹发动，竟有如此鬼效，但也耗光了我剩下的魂力。神纹版的飞升御雷球，这威力堪比圣境，他到底是什么人？神纹，圣境威力，他……千秋你太厉害了，我和师兄都没把握。低调，低调。千秋，师兄，快来帮忙，他魂力耗尽了，快回客栈。这是恢复魂力的清心丹。小雨，你照顾他，我去找城里的家族长辈，必须动用一切关系查清他的底细。此子太可怕了！看到了吗？神纹雷法，越级连斩3兽。可我城要出大事了！快去打听带面具的是谁！若不是脑海里出现了那道警告我不要使用分身术的声音，我也不需要这么狼狈，将魂力都消耗光。你醒啦？我昨天晕倒之后，是你和左南把我背回来的。左南师兄背你回来的啦。多谢了。左南去哪儿了？师兄去城里面找他们家族的人去了，明天才回来。对了，我去药铺给你买了些恢复魂力的药材回来了，还有我师父给我的魂力丹，你快点服下吧。小雨，你给我的这个是什么丹药？据我所知，市面上绝没有这种能让魂力恢复的丹药吧？哎呀，这就是我家里面的长辈研究出来的啦，给了我几颗，不会拿到外面去买啦。千秋，你一连击败并且吸收了3只轮回境的魂灵兽，魂力肯定又提升不少吧？再猎杀6、7只轮回境魂灵兽的话，应该就能突破至猎魂中期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修炼到猎魂前期，你前些日子还是白魂前期呢，现在居然马上都要超过我了，不愧是神子。千秋看，这件也要。小雨，你一定要买这么多衣服的吗？怎么嘛，女生不都爱美，当然得多买点衣服，每次训练结束都要把脏的换下来。老先生，你有事吗？年轻人，你在斗兽场的表现让老朽十分震撼。不知你今年几何？19。你今年只有19岁。年轻人不必对我抱有警惕。我是看你出手不凡才来寻找你，本以为你是20好几的青年了，没想到你居然只有19岁，真是震撼老朽。年仅19岁就达到了虚空境，而且对神文运用也让老朽感到无比新奇。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吗？我是七星宗的长老纳兰沧海，这下你可以放心和我交流了吗？你说你是七星宗的长老，你就是喽。那我还说自己是七星宗的宗主呢。圣境，小雨，你先回客栈吧，
我和这位来自七星宗的纳兰长老聊一聊。这女娃娃甚是眼熟，老朽像是在何处见过她。纳兰长老，请。请。年轻人，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为哪个宗族的弟子？永恒宗。是持有上古神器长生钟的那个宗门吧？在几百年前还算厉害，但近100年来已经没落了。在那样的小宗族，真是埋没了你这样的天才。来我七星宗，比你现在所在的小宗门资源要好处太多太多。谢谢了，纳兰长老，但我不会离开我的宗门的。这是为何？不为何，我能跟您来这里，只是希望您不要对外宣称我的身份。我在斗兽场戴面具，就是因为不想外人得知我的身份。没想到在圣境强者的法眼下，不过儿戏罢了。我若是要将你的身份公之于众呢？纳兰长老，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如果你觉得这算是威胁，我不否认。但你要知道，我的初衷只是招收天才，我宗不愿意任何一个天才流落于其他宗门。那我不受你威胁，就是不去七星宗，你又能如何？我们的宗旨是得不到就毁掉。以你的天资，不愿加入七星宗，老朽也绝不会让你流落至我们敌对的宗门。小辈，我再问你一次，要不要加入七星宗？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千秋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虚空之门，此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既是虚空境，居然能打开虚空之门！本以为此子只是修炼天赋不凡，没想到已经做到这样夸张的程度了。境界和魂力差距太大，根本不可能战胜圣境强者。七星宗，纳兰沧海，这笔账我记下了。既然进来了，不能白来，抓几只低级魂灵兽，卖了还小雨的钱。飞行。找到了，2只不破剑的，运气不错。地爆天行，万象天银。还挺讲义气。放心，我不杀你们，死了我可就没钱拿了。魂力不够了，小玉雷诀。嘿嘿，以后出门方便了。开！左护法大人，虚空星界出事了。黑金元族长不知为何突然震怒，打伤了我们宗不少在里面历练的弟子。是哪个不懂规矩的弟子惹怒了他？并非如此，那族长似乎对所有人类修炼者都发起了攻击，其他几个宗门的长老也被打伤了。二长老，怎么回事？是黑金元族长，他突然暴怒，那厮已经达到了准帝王境，我不是对手。先卖元还钱，顺便躲开纳兰沧海那老东西，他可能在客栈堵我。天人境以下的魂兽兽暂时不收，境界不达标就快走。我要卖2只不破境的魂灵兽。白色修罗！什么白色修罗？就是你！昨天一人连败3只轮回境魂灵兽的那位，你走了之后，看过那场比赛的人都叫你白色修罗。
这名字真够随意的。就这2只，能值多少钱？这是黑金猿！你稍等，我去叫主管收购黑金猿当猎物，我做不了主。不破镜而已，至于吗？先生，你可知你要卖的是何品种？管它什么品种，能卖多少钱？快点，我赶时间。2只不破剑魂冥兽，市价3万横古币，我这就让人取钱。谢了。先生留步。敢问，这2只黑金猿从何而来？刚从虚空星界抓的。呸！真能装！老大才说虚空星界黑金猿族长暴动，连圣境强者都伤了。他一个虚空境，能这时候进去抓2只回来？笑话！千秋，你吓死我了！刚才小二说前面街上有圣境强者释放仙影，还有人开了虚空星界，我还以为你被卷进去了。小雨，这是还你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天啊！你从哪儿突然弄到这么多钱的？千秋，沐雨，宗内传来紧急命令，宗内出现重大变故，命令我们速速赶回宗内。不对劲，宗门早该宵禁了，为何如此明亮？神子，你们可算回来了，快随我去正殿，宗主等候多时了，出大事了。神子千秋，拜见宗主，拜见师父。都起来！这么急召你们回宗，是因为今日我永恒宗陨落了5位长老，重伤4位，1人先例被废。师父，怎么可能？有外敌强攻我们！前些日山下有村子出事，宗主命10位长老去调查，结果全折在了一个神秘修炼者手里。此人公然挑衅我永恒宗，必诛之。左南、木鱼，在。你2人随白尊者即刻下山。我自百宗大会回来后，无论生死，务必将其带回复命。千秋，你准备一下，明日随我同去百宗大会。师父，我不明白。师兄，你干嘛？别冲动！神子才刚入宗，论境界，论魂力，徒儿都远胜于他，凭什么他能去百宗大会，而我不能？就凭他是神子，为师说他有资格，他便有资格。徒儿遵命。明日一早，我们便启程前往北寒岛。宗主，这百宗大会，咱们堂堂永恒宗就只有2个名额吗？永恒宗在恒古大陆排名50开外，名额只有3个。往届都是3位老祖去，今日情况特殊，由我顶替。那还有1个名额呢？他已经在北寒岛等我们了。先生，买观战票还是作为竞技选手？竞技选手，请出示您的身份卡，各大陆竞技场通用。我第一次来，没卡。
明日的大会，本宗不去了。这些年也没出什么绝世奇才，没看头。主人，老奴昨日路过科沃城，听说那里的竞技场出了个狠角色，一口气击杀了5只虚空境魂灵兽。哦，哪个宗门的圣境强者跑去小地方虐杀魂灵兽？并非圣境。帝王境的大帝也这么闲？不，既不是圣境，也不是帝王境，他也是虚空境，同时击杀5只。你确定没开玩笑？千真万确，老奴事后暗中跟踪他，结果老奴堂堂圣境巅峰，竟被他一个虚空境察觉，跟丢了。真是有趣。这等奇才若来了百宗大会，明日定要让他加入我剑宗。第97号序列对战，蓝色方选手囚鸟，五宗门虚空境；红色方选手姚飞，泰山宗苍穹剑。跨越一个大境界对决，疯了吧？这可是要签生死契约的。苍穹境碾压虚空境，毫无悬念，这小子绝对会拒战。好不容易排到老子，匹配个虚空境的废物，看来今天又要泡汤了。天哪！虚空境选手没有拒战，他接受了本次越级对决。生死契约已成，比赛即将开始。虚空境硬碰苍穹境，多少年没见过这种送死的把戏了。宗主，高境界的越级对战极难跨越，这种送命局毫无悬念。一个是泰山宗的得意门生，一个却无门无派。今年的百宗大会，本宗是非去不可了。小子不知死活，虚空境和苍穹境可是天壤之别。看在你是新人的份上，现在认输，我能给你留1分周全。一会儿打起来，我可收不住手。哼，不必顾虑，尽管出手便是。好，今天就成全你！果然是苍穹境。石破天惊！防御！哼，不堪一击，这就快破功了。好强的压迫感，只差1个境界，威力居然差这么多！万象天银！什么？异界仙术？他一个虚空境怎么会异界仙术？一爆天下！主人，那是黑啸。主人，那是当年我们剑宗首席铸剑师打造的黑啸。黑啸后来赠予了永恒宗的无极剑圣，怎么会在这小子手里？非洲御雷击！给我破！
能和我交手2个雷合，算你有点本事。但游戏结束了，魂灭火云！虚空镜竟让我如此狼狈，你惹怒我了！我一开始就说了，尽情虐我便是。仙术复制，魂灭火云，超级魂灭火云，超级魂灭火云加倍！言出法随。这是魂灭火云，连我师父都施展不出这么大规模，他怎么可能做得到？你的仙术很强，但现在是我的了。等等，面具！我想起来了，他在科沃城斗兽场出现过，他是那个单挑3只轮回境魂兽的白色修罗。本场比赛，虚空境选手囚鸟胜，越级对战，上场加2。我操！为什么同样的选手在囚鸟手里会这么恐怖？泰山宗的苍穹镜被虚空镜散人秒了。魂灭火云是我传授给姚飞的。连我这圣境巅峰都无法做到同时凝聚3发超大火球。最可怕的是，刚才他念诵的神文，本座竟然1个字都听不懂。一个虚空境念出的神文，竟连圣境强者都无法解析。查，掘地3尺也要把此人找出来。这么多大人物盯着，看来是被盯上了。虚空之门，他一借虚空镜，怎能强行开启空间通道？各位还追吗？他可是逃进了虚空星夜，咱们这群人里连个准地都没有，谁敢在这节骨眼上进去送死？哼，你们妖宗不也是缩头乌龟？里面那头妖兽此刻戾气失控，我可不想前去招惹，自找麻烦。小雨说的对，实战淬炼魂力，提升速度，确实远超寻常苦修。不对劲！闪！魂灵兽外露仙影，这是准地境。行分身术。人类，我闻到了我儿子的气息，我要嘎了你！你的境界尚未达到帝王境，强行化人有陨落之险。差点
胶带在里面，一巴掌拍死我都不费吹灰之力。百宗大会，本帝好些年没去过了，正好随你这小子去瞧瞧，不知道当年那几个小家伙突破圣境了没有？唉，果然外挂不是万能的，卡在虚空境升不上去了。不过，能随时复制那些听不懂的神文仙术，这母语外挂也够用了。我操！这全都是纯金打造的。拿好进场腰牌，丢了进不去。这里是夜神家族的地盘。夜神家族怎么这么有钱？上古神明夜神留下的地底经脉，在北韩岛没有宗门，只有夜神皇族。对了，宗主，你说的第3个参赛名额，人呢？已经来了。神子，好久不见。冯韵，原来第3人是你，你魂力突破到魁魂了。宗主，大会要开始了，我们进去吧。宗主，我肚子疼，洪荒之力要憋不住了，厕所在哪儿？殿内仅供皇族使用，你去殿外。多谢宗主，你们先进。舒服啊，绝对是早上那包子有毒。完了，要迟到了，宗主非宰了我不可！什么人，竟敢擅自翻越殿墙？瞬闪！阴差阳错，天地分别，谁成了英雄？广寒宫阙之中，守着他的寂寞。桂树花映霓虹，问他雕梁画栋，只愿尘古墓中，化作一丝微云涛翻涌。人呢？刚刚明明在这儿。去那边搜查，家主严令，大会期间所有行迹可疑之人一律就地处置，绝不容许出现半点纰漏。对不起啊，那是禁卫军，抓到翻墙要处刑的。我看你快摔地上了，迫不得已。迫不得已才什么？看在你是为了我好，本小姐原谅你了。坏了，门要关了，你也赶紧走，别抓了！小姐，大会期间您就别翻墙了，若是被抓到，家主又要发火了。明明有你跟离动作多塔，方才我险些重伤遇险。属下见那少年接住您了，怕惊动禁卫军，便未出手。不过，那少年竟会隐身这种高阶神文仙术，速度极快，恐怕是10大宗族的顶级天才。10大宗族，有意思。带我回宫殿。这么多年还没哪个男人敢碰我，今天居然被一个毛头小子抱了。我倒要去大会上看看他到底是谁。一杯浊酒浇在心头，谁让谁醒了？只剩神子，你要有点时间观念。这是百宗大会，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更是永恒宗。宗主，这不能怪我吧？人有3急，大号最急。
各位宗门长老弟子，欢迎来到百宗大会。老夫夜神烽火，本届大会长老组组长。我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各大宗门可派遣弟子上台展露实力，长老组将综合评评，选出本届前10的绝世奇才。喂，你若是已经冲击到魁魂了，待会儿也上去露两手呗。放眼整个恒古大陆，谁还能找出比你年纪更小的魁魂修炼者？修仙世界从不缺天才，我这资质在百宗大会未必排不上号。魂子，不必妄自菲薄。神子说的对，13岁的魁魂，恒古大陆独你一份。13岁魁魂，你们在这开什么休闲玩笑？这里是百宗大会，不是吹牛大会。13岁的毛孩才刚觉醒魂力吧，还魁魂？怎么，你自己13岁的时候还在家和稀泥玩泥巴，就不允许人家13岁达到魁魂啦？说谁玩泥巴？老子今年20岁，已经是轮回境的强者了。你又是个什么境界的飞舞？原轮回境的强者，失敬失敬，原谅我们声音大了些。知道怕了？那你笑什么？我笑我跟一个20岁就达到轮境的绝世强者叫嚣，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老弟，看你这穷酸样，估计刚刚达到不破境吧？对，你说的都对，刚到不破境。你这个逆徒，快给老夫闭嘴！师傅，你老打我干嘛？我可是20岁的轮回境啊！能来百宗大会的哪个宗门没有圣境强者坐镇？你个蠢货，听不出人家在把你当猴耍吗？不好意思啊，年轻人，老夫这逆徒什么都好，就是没长脑子。那不是我在虚空星前抓了卖给斗兽场的那2只蝎金猿吗？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老弟，看到没？那是叶玄阁的石少卿，他带来的可是虚空星域出龙族外最强的魂灵兽黑金猿，成年黑金猿堪比巅峰圣境强者。不止如此，黑金猿极难捕捉，若是拿去炼药，能让修炼者的仙影产生进化。就凭这2只，石少卿稳进前10。最强魂灵兽能让仙影进化？斗兽场那个王八主管，这么牛的魂灵兽，他只给了我3万恒古币，老子被当成白痴宰了！叶玄阁石少卿，26岁，苍穹境，凭此2兽，请列才子之位。准。才子动动嘴皮子，带几只宠物就能当？那让我上啊，我也想。你真的是神子吗？这只是先占位，等10个名额满了，后面想入榜的就必须上台把榜上的人打下来，好戏在后头。哪有什么好戏？老弟，你还是太年轻了。你看好了，只要大宗门的弟子上了榜，咱们这种排名靠后的宗门，就算实力强过人家，也绝对没人敢发起挑战。为什么？你傻呀！你把10大宗族的弟子踩在脚下，等大会一结束，人家还不把你宗门灭了？这就是百宗大会的潜规则。准！唉，年年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分了名额，谁敢去触谋头？本以为今年会有小宗门做着出头鸟，我在顺势派冯韵去挑战，法不责众。没想到还是被这规矩压死了。呵呵，修仙世界居然也玩这种论资排辈的潜规矩。我要挑战第2名。这身形，还有这气息，怎么有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这小子那日剥离出去的影分身，居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出现在本体面前。这才短短几日，这具分身沾染了本地的气息，实力竟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本体。有趣，真是有趣！
按规矩报上名来。哪家宗门的野狗敢挑战我妖宗？我没有名字，也不来自任何宗门，我是个自由人。没有宗门？那你是怎么混进百宗大会的？你现在还没资格知道，等你和我打完，自然会有人告诉你。小薰，不必留手，宰了他，出了事本护法担着。你先出手，我让你3招，3招内若不能击败我，你自己滚下去，我留你一命。让我3招，找死！还要咆哮！1招，你还有2招。这13装的，我都自愧不如。小薰，你到底在干什么？连人家1脚都碰不到，动真格的！这是你逼我的！化妖为生！这是妖宗秘术，透支魂力换取数倍战力。这少年竟逼得萧薰动用底牌。神勇救不是势力，用天权就去交换。红色的仙影，它在虚空境。不，你看那颜色的深度，那是圣境。千手大佛。这就是圣境强者的实力吗？一击秒杀！各位长老，还不宣判结果吗？第2才子挑战，萧薰败！快去把萧薰那个废物抬下来，妖宗的脸让他丢尽了。本家主的阿修罗之眼竟看不穿此子的魂力等级和仙体。这等异界仙术，本帝也是生平首见，不知女王殿下有何见解？本王未曾见过，不过此子的天赋倒是令人惊叹。凤凰前辈，查清楚了，这少年没有宗门，他能进来是因为昨日他一人屠尽了排名31的3雷宗，夺走了他们的妖牌。狂妄邪魔，滥杀无辜，目中无人！老夫铁血圣者把话撂这儿，只要你踏出这会场半步，必遭群起而攻之。我倒要瞧看，是我挡不住众人联手，还是你先落于下风？胜者不可辱！神子，那台上少年的气息很熟悉。熟悉？前几日我派去调查的长老，拼死逃回身上残留的袭击者气息，与他极其相似。不可能吧，宗主？那可是能瞬间镇压圣境的恐怖存在。咱们宗派去的长老连苍穹境都没有，要是遇到他，怎么可能活着逃回来？也是，摧毁村落内人，顶夺虚空境，这才几日，怎么可能连续晋升到圣境，甚至是准地？罢了，魂子，既然有人打破了前怪第9名，务必拿下那口魂鼎。是，宗主。上去小心点儿，打不过别硬撑啊！哼，就你话多，我没打过败仗。喂，那小子真去挑战第9才子了？那可是青云阁的凡尘，人家虽然只是虚空境，但魂力可是烈魂中期，还拥有中品仙体啊！那又怎样？我们家小屁孩13岁就魁魂了，一个烈魂中期算什么？别操心别人了，你跟我讲讲，这排在前10的才子都有什么奖励？外界传言，外界9名是魂鼎，第10名是宝剑，
第8名是一本极难领悟的神文功法，至于第5名，据说是一尊高品仙体。第5才子是谁？什么修为？你该不会是想去挑战他吧？不然呢？神子，第5才子是泰山宗的弟子，以你现在的修为，不可能战胜他。泰山宗宗主，那人是不是叫姚飞？你怎么知道？哈哈哈哈！第5名的奖励太诱人了，实力不允许我低调了。宗主，我去就回。神子，你等等。永恒宗千秋，19岁，虚空境，挑战第5才子。19岁的虚空境，不错不错。永恒宗虽然近年没落，但好歹是拥有神器长生中的古宗，底蕴尚在。准。小寻，今年怎么有兴致来这大会了？为父记得你最讨厌这种场合。谁让父皇不让我出宫玩？我无聊来看看还不行吗？行，谁敢说不行？来来来，坐为父这儿看。那个会隐身的木头小子到底在哪儿呢？在下千秋，永恒宗虚空境。别废话了，你是我今天第3个挑战者，赶紧出招，打完我要回去休息了。姚飞啊姚飞，今天不仅要再虐你一次，还要把你的高品仙体爆出来。境界低，你先出手。仙术复制，海妖咆哮！妖宗的秘术，你怎么会用？谁规定仙术只能他们家用的？狂妄！看招！石破天惊！躲得挺快，那就尝尝这个。等的就是这招魂灭火云。这招需要悬空蓄力，破绽极大。虚空境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就在这儿放魂灭火云！不好，中计了！啊，他要输了！小宗门出来的，终究只有这点本事。冰河时代！什么？去！这种感觉，这滋味不好受吧？手下败将，你难道是？我竟然又输给了一个虚空境。第5才子挑战千秋胜，晋升第5才子。这是假的吗？他真的把苍穹境的姚飞秒了？那是什么神仙兵器仙术？谢谢烽火长老。楚生，老朽对永恒宗略知一二，不知你让那长生钟响了几声？9响。好一个9响！看来永恒宗要崛起了。宗主，那千秋就是我提过的能在虚空境开启虚空之门的小子，没想到他竟成了第5才子。永恒宗嘛，天灾将至，这等妖孽绝不能留给别人。通知长老，大会结束便将此子掳来我七星宗。后生，你一人覆灭3雷宗，外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你踏出会场，70、80位圣境强者的力量会瞬间将你彻底抹杀。老朽代表夜神家主问你，可愿加入我夜神皇族保命？
没兴趣。你执意自寻绝路，老朽也不留你。凭他们，这疯子要干什么？混子们快走，要出大事了！本圣宣布，从今日起成立诛仙殿。凡愿追随我者，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境界，10日之内，本圣保你晋升至圣境。放肆！白宗大会岂是你招兵买马之地？诛仙殿，你是想与整个修仙界为敌？你站起来！怎么回事？我没剧情，血影怎么自己出来了？先不长人身。圣境，我真的到圣境了！大人，我要加入诛仙殿，我愿为你赴汤蹈火！我也要加入，让我追随你！这是什么邪术？这是被刻在神界神碑上的神文禁术，通往神界的路早已关闭。他从哪里学来的？不管他从何得来，此子今日绝不能活着离开。3位大帝，堂堂横古大陆巅峰的强者，竟要对我一个区区圣者动手吗？你动用神文禁术，颠覆修仙界纲常，你是异类！你们今天可留不下我。门弟，你还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冰山大帝、辉夜大帝、天帝，你们3人居然联手为难一个小小的圣境，这么多年不见，脸皮真是越来越厚了呢！废话少说，速速开门，带走下面那些人。东西已经拿到手，打起来你也不是他们3个的对手。这暗处还藏着其他不想出手的帝王。门弟，你藏在你的门界里做缩头乌龟多年，为何要帮这样一个使用神文禁术的疯子？你知道频繁使用神文禁术会加速天灾的到来，引来更多邪神的注视吗？你想拉着整个修仙界陪葬？这禁术正是本帝给他的，邪神注意到这里又如何？本帝绝不向你们安于现状。本帝要踩着这天灾，突破帝王境！所有人听着，本帝就是销声匿迹多年的门弟，从今往后，本帝也是诛仙殿的人。以王境大帝坐镇，还有直接晋升圣境的禁术，我还怕什么10大宗门？去体密的宗族规矩，老子卡在苍穹境30年了，老子要入诛仙殿！2位别愣着了，绝不能让这些人加入邪宗，否则修仙界必将生灵涂炭！动手！哼哼，本帝今天不陪你们玩！诸位，
那小子日后若不断使用神文禁术，天灾将提前1半的时间到来。这一次的天灾，恐将远超以往。修仙界，怕是要彻底沦为邪神们的阶下牛了。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大会到此结束，我即刻联络其他大帝商讨对策。身子魂子，修仙界要变天了，我们必须速速赶回永恒宗，将此事禀告3位老祖。身子牛蛙打败泰山宗姚飞，拿下第5才子，咱们永恒宗要崛起了！王云才13岁就突破魁魂，拿下第9才子，这也太恐怖了！该死，姚飞那种苍穹境强者，怎么会被他一个虚空境打败？师兄，千秋太厉害了，连我们都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等他晋升苍穹境，实力绝对深不可测。哼，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泰山宗绝对是轻敌放水，才让他一个没真本事的人捡了漏。小雨，我得先跟宗主去见3位师傅，晚点再来找你哈。宗主，您之前派我们去活捉的凶手，有结果了。人抓到了，在哪儿？没抓到，不过宗主和神子在百宗大会上已经见过他了。我和宗主去参加大会了，哪里见过什么凶手？他就是大会上那个戴着黑色面具创立诛仙殿的殿主。怎么会是他？逃回来的长老明明说凶手只是个虚空境，怎么会变成秒杀圣境的怪物？你们退下吧。哈哈哈哈！徒儿，你真是让为师们大开眼界啊！本想让你去见见世面，你倒好，直接把第5才子给拿回来了。嘿嘿，都是3位师傅教导有方，全靠师傅们的底蕴。哦，是吗？可老夫怎么听说你打败泰山宗那小子时，既没用炼体功法，也没用飞升御雷诀，甚至连黑啸都没拔出来。没有用老祖的功法，那他那些诡异的兵系和妖系仙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战略隐藏，对，为了隐藏实力。行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何况是你这等妖孽。天灾加速，大乱将至，当务之急是快速提升你的实力。来吧，徒儿！苍穹境躯体已备好，今日我们3个老骨头就助你练就仙体。3位师傅，其实这次第5才子的奖励是一具极品仙体。既然如此，那就用徒儿你迎来的极品仙体吧。这倒是我们3个老家伙没想到的。来我们永恒宗，到底是有些委屈你了。你的天赋如此逆天，我们能给的资源和功法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了。3位师傅，我千秋从没这么想过。我既然选了永恒宗，就绝不会嫌弃宗门。好！徒儿，你入门时修为飙升太快，根基不稳。今日我们3个老骨头决定，将我们的元神修为直接注入这具仙体中，为你巩固根基。师傅，注入元神修为，你们岂不是要折寿？我们这把老骨头得长生宗赐福了，
活得够久了。天灾将至，大乱已起，永恒宗必须得有一个人能站出来扛起大旗，这人只能是你。我操，这击鼓一样的痛，要命了！减少了，减少疼痛，减少疼痛。纳兰大人，拜宗大会的事您听说了吧？宗主是不是准备动手了？原定计划提前。你昨日已突破苍穹境，七星宗会助你一举冲破圣境，但你要记住，动手时必须确保你们那个神子千秋的活口，还有长生中的完好。属下明白，只要能入圣境，永恒宗的存亡与我无关。苍穹境，师傅们，我突破至苍穹境了！本体，你终于看到这里了。文帝，还有那个分身，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觉醒了，但又抓不住。好徒儿，没想到竟让你一举突破境界，距离圣境又近了一步。多亏三位师傅的元神灌注，否则我绝不可能这么轻松融合仙体。徒儿，我和你菩提师傅元神消耗过度，必须立刻回去休眠了。剩下的事，让你虚坤师傅交代吧。师傅慢走。这三个老东西本来就时日无多，居然还敢把所剩无几的元神传给这小子，真是愚蠢的师徒情深。长老祖给的极品仙体果然霸道，我们珍藏的高品仙体根本没法比。如果老夫没看走眼，你融合的是幽冥霸体，极品仙体里的极品。不仅如此，若运用得当，它甚至有机会蜕变成高品圣体。几百年前，曾有一位大帝借此体质横扫八荒。这么厉害的东西，夜神家族舍得当第5名的奖励发给我？因为要晋升圣体，条件极为苛刻，必须配合一本由神文撰写的古籍《幽冥九转诀》炼至7转才行。可惜这本古籍早已失传，无人能懂神文，没有古籍加持，这霸体也就大打折扣。长老祖才把它拿出来做顺水人情。神文撰写，那不就是汉语吗？只要让我找到那本古籍，我岂不是当场起飞？徒儿，你可知为何连帝王境大帝都对即将到来的天灾恐惧万分？通往神界的通道早已关闭，宇宙深处的邪神们每隔1000年就会像盯上猎物一样入侵我们这个渺小的世界，这就是天灾。天灾降临，弱小的宗门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只有存在帝王境大帝坐镇的宗门，才能在浩劫中勉强自保。我永恒宗的永恒大帝，便是在上一次天灾中陨落的。大帝终究是人，凡人如何是神？大帝之上，名为主宰境，那是半神的存在。可修仙界已经太多年没出过主宰境了。主宰境，半神。如果想找到回家的路，我必须达到那个境界，成为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徒儿，你如今已铸就仙体，有时间去后山看看长生钟吧。若能得到他的认同，你便能获得长生赐福。长生赐福是什么？很厉害的法宝吗？倒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只不过能让你的寿命增加个几百年而已。老夫要去休眠了。寿命增加几百年而已，这难道还不重要？好，明夜，发动总攻。宗主，
明夜过后，我们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十大宗门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壮大。哈哈哈！他们百宗大会丢了那么多弟子，哪有闲工夫管我们？等计划成功，这横古大陆除了天神宗，谁还能与我七星宗为敌？活生生一个人能从你们这群准地眼皮底下跑掉，翻遍北韩岛，也要把小薰找回来。家主，大小姐直接遁入了虚空星界，早就不在北韩岛了。不过有佳木斯护着，您大可放心。小姐，这次我可是闯了大祸，带您出逃，家主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哼，本小姐的人，我看谁敢动你。原来四季如春的横古大陆这么有意思。小姐，您让我找的永恒宗就在这附近，我们现在过去。不急，先逛逛，明天再去找那个叫千秋的家伙。千秋，你晋升苍穹境了？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秘密。虚坤师傅让我去长生宗试试，看能不能获得长生赐福。你要不要一起去？长生赐福？你以为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得的？你该不会真觉得自己配吧？千秋，近100年来，只有3位老祖获得了赐福。连我师父都没能得到长生宗的认同。先去看看呗，万一我运气好呢？好啊，小雨，咱们就陪他去，让他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你要是没得到赐福，就说明老祖们看走了眼，你根本不配当什么神子。哈哈，神子，今日怎么有空来这内阁？我想试试。能不能获得长生赐福？神子，万万不可！获得长生赐福的前提条件极其苛刻，必须自身修为达到苍穹境，且魂力达到月魂末期。您前几日才虚空境，现在恐怕连门槛都摸不到，这要是强行碰中，会被反噬的。哼。这是蓝色的仙影。神子，这才几天，你居然真的晋升苍穹境了！神子，既然你已突破苍穹境，便符合了条件。只要你站入阵中聚气，若能得到长生宗认同，便可获得长生赐福。你连个动静都弄不出来，就这还想拿长生赐福？这怎么会呢？千秋明明已经达到条件了。我操！难道我真的不配得到这赐福？这下丢人丢大发了。唉。减少痛苦，减少痛苦！青山长老，快让阵法停下来！这样下去，千秋会死的。停不下来了，阵法一旦开启，根本无法强行关闭。这根本不是他悄声赐福的正常反应啊！现在遭到长生宗反噬了，死吧，赶紧！你们快想办法，我去叫师傅。不行，这股能量全都堆在脑子里了，必须引开。长生之中为本神神器，留于凡界，待有缘人收纳。谁？未达帝王境，不可。谁在说话？这是长
长生赐福？怎么可能？他刚刚明明要被能量撑爆了！岐山，神子怎么样了？宗主，神子好像和长生中微为一体了。什么？这怎么可能？这是古籍中记载的神明之子。凡人，本神的神器赠予于你，来神界寻找我的神墟吧，那里有你更加渴望的东西。汉语？难道只要成为神器去到神界，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神子，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这长生中似乎和我微微一体了。宗主，长生中没了，以后宗门考核怎么办？古籍记载，拥有长生中的神习，战斗时意念一动便可召唤实体。既然他认同了你，你试着召唤一下。召唤不了。刚才那道声音说，达到帝王境才能使用。圣境，我终于达到圣境了！池小雅，你一介女流不配当宗主，这永恒宗以后是我万丈的！别太狂妄，池小雅天生烈魂，多年未展露实力，连我也摸不透她。怕什么？宗内一半的长老已经倒戈，加上七星宗的增援，他一个人能翻起什么浪？记住宗主的命令，长生宗是计划的核心，绝不能出错。长生中认主，事关重大，必须立刻回去告诉父亲。屏蔽屏障布好了，池小野绝对察觉不到。走。万尊者，阵法已成。今夜过后，永恒宗要换个主人了。提醒！有外宗入侵！永恒宗众弟子听命，迎击！万尊者，白尊者，唐尊者，你们竟敢在外宗背叛同门！霆锋，乖乖降服吧！在我背后支持的是横古大陆排名第8的七星宗。哦，对了，过了今夜，七星宗就不止第8了。待我执掌宗门，所有人职位尽数擢升一级。若是执意不从，绝不轻饶！呸！你真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这群败类一样？老夫跟你拼了！找死！三长老，一个不留！
徐坤老二，快破阵！咱们白天把大半元神给了徒儿，现在连刚入圣境的都打不过，只有池丫头有一战之力了。这是七星宗的秘术屏障，老夫得花点时间。我和菩提先去顶住。徐坤，你跟池墨说明情况，找机会突围求援。是无极老祖和菩提老祖，我们有救了！平和时代，好徒儿，干得漂亮！飞升御雷佛，行。无极菩提老二，多年不见，甚是想念呐。是他，那天来拉拢我进七星宗的老头。小姐，永恒宗似乎遭遇了大规模的外宗入侵，局势很惨烈。真是赶巧了，那么多人一起打架，一定很有意思。本公主倒要去看看那个叫千秋的家伙死没死。小姐，等等我！纳兰沧海，我永恒宗与你七星宗无冤无仇。你为何勾结叛徒伤害我宗？无可奉告。不过你们这3个老家伙实力真是一点都没长进，甚至还倒退了。看来白天在那个神子身上耗费了不少元神啊！糟了，白天师傅们为了帮我融合仙体，元神大耗，根本发挥不出圣境真正的实力。飞升御雷诀！神子，他竟然已经苍穹境了！纳兰长老，屏障一破，你拖住他们，我去内阁取长生钟。万藏，永恒宗待你不薄，你就是这样报答宗门的？一介女流也配执掌宗主之位？你何德何能端坐其上？待本座夺掉长生钟，今夜定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永世不得翻身！超虎金牛吃来！万藏，你昨日才入苍穹，今日却有圣境仙影，看来七星宗是用秘术拔苗助马了。今日老夫清理门户。虚坤老儿，你不过是个休眠的半废品，今天谁也拦不住我！起！这仙术怎么这么眼熟？给我吸！丧心病狂！你竟在同门身上下死咒！弱者本就该沦为强者的垫脚石！虚坤师傅，快躲开！魂灭火云！师傅！长生钟，我的长生钟！长生
生中呢？这不可能！没有7位长老合力，谁能移走他？原来七星宗的目标是长生宗，你们算盘打得挺好。可惜，早在今天下午，神子就已经和长生宗为为一体了。什么？为为一体？怎么回事？身体不受控制了。这就是幽冥霸体吗？给脸不要脸，月升沧海！万苍，长生宗拿到没有？超出了计划时间。纳兰长老，长生宗不见了！那人是七星宗长老。是的，小姐，纳兰沧海，这是横古大陆的宗门吞并。我只要千秋活着，但凡那个纳兰沧海对他下死手，你立刻就人。遵命。3件神器绝不能在我这里出岔子。说，长生宗去哪儿了？我就是长生宗。上古神行之姿，你区苍穹境，竟能让神器认主融合！上次大意让你逃入虚空之门，这次你插翅难飞。地爆天惊，冰河时代，魂灭火源。萤火之光，跃升沧海。纳兰沧海，让你拿个东西磨蹭这么久。帝王境大帝，空间跳跃，完了，跑不掉了！还想跑？晚了！差一点就被大帝秒了，到底是谁救了我？我们又见面啦！千秋，我们认识吗？你居然不记得本小姐？多谢二位救命之恩。但我宗门正面临灭顶之灾，我必须马上回去。那人是七星大帝，你区苍穹境拿什么打？那又如何？身为神子，
宗门被灭，我却出逃，是大逆不道。快算了吧，要不是我们救你，你早死在那个老头手里了。七星宗是为了扩张势力，并非途径。永恒宗大势已去，必成附属宗门，你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好惊人的速度，连本宗都没反应过来。纳兰沧海，长生宗去哪儿了？宗主恕罪，长生宗与刚才逃走的那小子为为一体了。你说什么？上古神器怎会和一个苍穹境废物融合？七星大帝，你处心积虑抢夺神器，可惜晚了一步。神子已被神为认可，假以时日，你七星宗必遭灭顶之灾。聒噪！不惜一切代价找回长生宗，没有他，本宗的计划就无法完成。万尊者，我绝无对抗之意。从今往后，我左家对您马首是瞻，甘愿臣服七星宗。睁大眼睛看看，这就是你的爱徒，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石丫头，趁现在快逃！永恒宗的复兴就靠你和千秋了。不要，老祖！拦住他们，别让那女人跑了！想抓她，得问问我们这3个老爷子答不答应。元神燃烧，先爆！